在第一集中我们提到，早在17世纪初，荷兰人就已经抵达过这片南方大陆。不过那时的殖民思维还比较急功近利，黄金和白银才是最大的动力，谁也不愿意在一望无际的荒地上从头开始。那么澳洲后来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？就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一个制度说起。在17世纪的英国，统治阶层曾经有过一个天真的想法，他们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由于先天的缺陷造成的，无论罪行的大小，这样的人格都无法被后天改造。只要将他们与普通民众分开，就可以彻底降低犯罪率，甚至消除贫困，打造一个善良富饶的国家。监狱当然是个好办法，然而却要承担高昂的成本。于是出现了持续200多年的血腥法，也就是说刑法变得异常极端，前后超过200种罪名，比如砍树、伪造、偷窃牛羊等等，都可以被判处死刑。不过这样做也伴随着更多的民怨和恐惧。随着英国殖民地的不断扩张，政府开始意识到，如果将罪犯发配到海外去，不仅可以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，还能增加殖民地的劳动力，以及防止别的国家来争抢土地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很像中国的刺配制度，罪不至死的就发配边疆，既是劳动力，也是军力的扩充。于是当时的美国就成为了最佳选择。直到1775年独立运动爆发，这个跨大西洋的人口输送项目才只好叫停。与此同时，英国也正在爆发着工业革命，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，生活的窘迫导致犯罪率激增，英国监狱瞬间爆满，就连大量停在海边的废弃船只也都成为了漂浮的监狱。所以政府不得不考虑再建立一个新的流放地。刚占领不久的澳大利亚显然不错，就是距离远了点儿。经过长达10多年的筹备，终于在1787年才开启了这条新的流放航线。此时只要盗取一条面包，就可以换来一张前往澳洲的单程船票。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美好，但在当时却是危机四伏，因为流放人员都要被关在没有采光和通风的甲板下面，卫生条件极差，还要伴随着巨大的风浪甚至火灾的风险。整个航行时间至少需要4个月之久，能不能上岸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1788年1月26日，也就是今天的澳洲国庆日，第一任总督亚瑟·菲利普率领11艘航船以及上千名士兵与流放犯在悉尼登陆，男女比例为3:1，从此拉开了人类在澳洲自给自足的农耕序幕。然而就在他们到达的第2年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，英国需要留住大量的人力，所以之后的10年，前来的流放犯数量不断下降，平均每年不过1-2千人。其中一名女子便是今天20澳元的头像 Mary Ruby。1791年，她以盗窃罪被捕，并被判处7年流放，最终却在澳洲成为了一代船运大亨。这个时候，远道而来的运输船还有一个捕鲸船的身份，刚把人放下，就航行到邻近的海域搜寻鲸鱼和海豹。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，鲸鱼全身是宝，鲸油可以用作齿轮的润滑剂，鲸脂可以生产肥皂，连鲸鱼骨都可以制作妇女的裙撑，而海豹皮则是主要出口到中国制造皮草。所以当时殖民者不管到达世界哪个海域，首先就是要找到他们，方便捕杀鲸鱼，也正是选择悉尼为首个定居点的原因。于是在开拓澳洲的初期，这些猎杀活动才是主要业务，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殖民地土地的收成。作为一个开放式的监狱，流放犯们要么在政府机构劳动，领取基本配给，再利用业余时间打工，支付住宿费和烟酒等等，要么就被分配给军官们，提供食宿的同时还会得到一笔收入。不论选择哪一种方式，不听话的都要被处以鞭刑，而表现良好的才有机会刑满释放，开始自由的生活。女犯人则通常会从事一些较轻的劳动，惩罚手段也最多关一关小黑屋，但是在生存上他们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，很多不得不通过性服务来养活自己，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都只是因为一次小偷小摸就来到了这里。要论最厉害的惩罚手段，莫过于与亲人的长期分离，这种孤独和失落让好多人自暴自弃，在烈酒的作用下迅速堕落。虽然他们会被强迫参加宗教活动，教师们也极力感化，不过结果可想而知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甚至还有过一批想逃到中国去的犯人。这时鸦片战争还没有爆发，他们只听说中国富饶又神秘，能够生活在那里是很多人美好的向往，而且他们相信只要向北一直走，徒步就可以到达。然而此时前往澳洲中部的蓝山山脉还没有打通，道路险峻，
于是纷纷消失在丛林中，成为传说。今天20%的澳大利亚人就是这些流放犯的后裔，不过多数人早已摆脱了这种文化自卑，因为伟大的开拓必然是艰苦卓绝的。如果有朝一日人类能够开拓火星，或许同样也需要那么一批人，他们要么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，要么又是一批被逼无奈的人。